父债子偿，这多少年老黄历的话了，这都。这说白了，不就是你弄不过人爹，把这仇记到人儿子身上？幸亏没弄出人命，你还有机会，主动招了吧？他没死，你以为呢？是不是很意外？我就是觉得替他感到惋惜吧。怎么说呢？你仔细的想一想，庄文杰在这件事情里面，他表现的怎么样啊？他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吗？为什么我那么多的手段都被他识破了？因为他的脑子里一直都在琢磨这些，这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本能，他控制不了。你就看吧，总有一天，他自己会忍不住试一次。可是不一定。凭我对这个孩子了解，人家跟你不是一类人。我就不相信你们没有因为他爹的身份而怀疑过他。哟，这个事儿你还真说到点子上了。他爹庄耀柏确实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，甚至是折磨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的庄文杰是帮我们抓贼的英雄。所有的困扰、折磨、误解都不是事儿。庄文杰会有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爱情。上学的时候他会好好读书，毕业的时候找一份正正当当的工作，他也会有一个一定会很幸福的家庭。所以啊，庄文杰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我觉得你别操心了。他的人生不取决于你的判断和分析，不取决于你刚才说那些陈词滥调，只取决于他自己。只要他努力，只要他不做错事儿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说坐在你这个位置来跟我谈话。我很意外，罗队长这么能聊。行，整理一份记录，让他签个字，今儿不问了。都整理好了。来，啊，这个位置签上字。签字啊！罗警官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今天晚上给你留下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印象。但是我觉得，恐怕不能就这么结束了。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我听了罗队长的一番话，我突然有一种冲动。冲动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想知道我把那些文件传给谁了吗？你现在想交代了？是的，但是我只能说给一个人听。谁呀？那我们走了，文姐，你自己看着点那个药水，输完了你自己叫护士啊。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给我俩发微信吧。走了，文姐。好。拜拜。庄文杰，怎么样？简单吗？逗我们玩呢是吧？不劳您大家了，直接带走看守所，不问了。你可别后悔，过了今天晚上就来不及了。你先跟我说道说道，为什么非得是他呢？
我就是想看看，他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，选择普通人的人生。这个丁生火为什么非要在今天晚上就见庄文杰呢？你就不怕他耍什么花招啊？丁生火盗窃廖德同办公室金库，肯定有人在幕后指使。之前审了几次，他都拒绝交代，这会儿他又突然提出要求，局长，我觉得是个突破口。罗队电话。喂，罗队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啊。有个急事儿，我跟你直说了。有个人要见你，丁生火。啊？我好了。你那边呢？我看不清外边，帮我看看楼道里的情况。2个探头，一个在你的西南方，一个在你的东北方。不是大哥，你玩我呢啊？那不管怎么样，总有一个方位他肯定能拍到我呀。那怎么办？快没时间了。不是，这也太冒险了，咱换个方案不行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哎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死就死了。刚才我专门请示了局领导，领导做了重要批示。第一，必须保证你的安全；第二，要充分考虑你的身体健康和个人意愿。我知道，他胁迫过你，也伤害过你，所以你有权利拒绝。你要的东西拿到了。现在能先把这玩意儿关了吗？时间快到了。我已经照你说的做了，求你了。快点儿，这玩意儿要炸了！罗队，庄文杰来了。哎呦，太麻烦你了。你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好，一会儿进去，任务很简单，就一样，问清楚他把文件传给谁就好，然后马上就出来，不用过多纠缠。只要你觉得不舒服，随时可以叫停。好。
真不可思议。怎么又见面了？让你失望了。谈不上，你这次只是运气好，但人不可能每次都走运。别废话了，你现在可以交代，你那些文件是发给谁的了吧？你现在关心的是这些文件，还是更关心我留在你家里的东西？这个丁生火，还真以为那幅画被烧了呢。丁生火，别扯有的没的，回答问题。你把文件传给谁了？你吓到我了。你要是再继续这样，就没什么可聊的了。那个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是通过网络电话联系，没见过面。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有必要骗你们吗？邮箱地址忘了，别见怪，我年纪大了，容易忘事儿，不然我也不会把它写上纸上，对吧？照你这么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耍我呢？人是谁，我的确不知道，但是接下来的消息，你应该很感兴趣。3个月前，英国苏富比举办过一次拍卖会，你可以让罗警官去查一查，会有你们警察感兴趣的线索。然后呢？我就知道这么多了。你大半夜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这还不重要吗？要是你想知道详细的情况，那你就得快点儿。过了今晚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是今晚？我料定了，甲子日东风必那江。丁生火唱的这是哪出啊？设坛台筑塔回港。丁生火，你混蛋！庄姐，你玩我是不是？干嘛呢？你玩我？文杰，听我说，你冷静点啊！你玩我是不是啊？冷静点！你是不是玩我？庄姐，生火，你玩我！别生火！怎么回事啊？还激动上了啊？你说他之前要害我，现在大半夜把我叫过来，还唱戏来戏弄我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是你帮我分析分析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你说他大半夜的，他为什么要唱戏啊？啊？不，呛着了，没事吧？我给你叫医生啊。哎，算了，大哥，我直接送你回医院了啊！今天不为难你了。回头我送他回去吧。不用，我这晚上给人折腾过来也怪不好意思的，我送你啊。那你们就收拾下班啊，然后抓紧看一下丁生火的线索到底靠不靠谱啊。走吧，走。送你回医院，今晚也辛苦了。听众朋友们，现在东部地区的暴雨已经停了，下一班的人们呢，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走了，因为今夜只会有零星小雨。刚才也有网友打电话来抱怨天气预报不够准确，中部地区居然一滴雨都没有下。不过他们也可以理解嘛。不是比较大嘛，局部地区出现小雨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
咱两个是好朋友啊，有事别瞒着我。我当这么多年警察，还头回遇到丁生火这事儿。你能明白他什么意思吗？那你得再提审一下他。嗯，会的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罗队。好。文杰，现在这个案子越搞越复杂了，真是不想把你牵扯进来。何况你说你这个身体还……也没办法，有的没的你都担待。等你出院吧，歉意和谢意一并表达，请你吃顿好，好好养病。谢谢罗队。咱俩可是好朋友，有事你可不能瞒着我。你现在关心的是这些文件，还是更关心我留在你家里的东西？你不是想知道我是怎么拿到照片的吗？这张照片是我和你爹12年前合作的基础，这可是你爹拍的最好的一张，一直带在身边。如果他真坠江了，那照片怎么会在我手上呢？仔细想想，他这样的人，你不会以为他真的死了吧？
么样了？走。有发现了，罗顿。这么快？我还说呢。你看，3个月前，也就是6月12号，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举办过一场夏季拍卖会，在当晚的7件拍品当中，只有1件是跟咱们中国有关系的。这什么东西？你看啊，这个珠宝，它的名字叫月神之泪，也是当晚最重要的拍品，价值有600万。这么贵？相传呀，它是由春秋时期的宝玉打磨成的，之后又由宫廷大匠改成了吊坠，后来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丢失的。这次的苏富比拍卖会是它的第1次现身。买家呢？新闻上说是由一个咱们中国的神秘买家拍的。丁生活所谓的线索就是一串珠子，必须把买家的信息拿到手。这可不好找，罗顿，这都是匿名买家，还得国际刑警配合才可以。丁生火说的也不能全信吧？你们万一随便找点新闻忽悠咱们呢？我不管，称得上是线索就必须跟进。另外，让小叶把今天晚上谈话那个视频拷给我一份。好，好嘞。罗顿，我又来了，什么情况？好啊，保险柜盗窃，我们7点30分接到报案，老王他已经在里边了。罗队，你说盯着我那案子还没结束呢，咱这又来一新的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一大早。这边。人家2队3队每天忙得跟什么似的，给你分配点事儿，怎么那么多毛病？哎，廖川怎么没来？他有别的任务。哦，走，老马。哎，罗队。罗队。哎呀，门锁上虽然没有人为破坏的迹象，但是保险柜被撬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从门口到书房的脚印当中可以判断，嫌犯的目的性很强。可以肯定的说，保险柜的具体位置他很清楚，而且在作案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手法娴熟，肯定是个老手。数字密码保险柜，这都能撬得开啊？你看，这个面板的按钮上涂了检测剂，在光线下会出现荧光。嫌犯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来了解哪些数字是经常使用的。不对，你糊涂了。他如果知道密码，人何苦把这保险柜撬成这样？还有，他光知道数字，他不知道顺序。你说的很对，你再看，这个电子中枢平时是镶嵌在保险柜里的。嫌犯为什么要撬到这个面板？那是因为嫌犯要用自己的解码器连接后台，而6个不同的数字有720个组合，解码器的速度非常快，用不了半分钟就能够匹配出准确的密码。高科技啊！丢什么了？一本小说啊，是一本小说原稿，罗队。保险箱里呢，所有的贵重首饰一件没丢，3万美金的现金1分没少，独丢了这一份小说原稿。写小说现在不都用电脑吗？他没备份吗？真没有，独一份，而且失主还说了，整个小说都是用这玩意儿打出来的。我以为这就是个摆设呢，真有人用这个。罗队，千万别碰，这可是民国21年造的中文打字机，据贾吉言说，就是当年林语堂改造的那台，金贵得很。每天这台机器需要早晚2次的
机油保养。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贾作家特意叮嘱，千万别碰，说就算是碰掉一块漆，都得赔掉啊咱们1年的工资。别看我，这完全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，人家不让碰，就别碰了呗。凭什么呀？咱俩这双手什么值钱物件没碰过？你们俩听着啊，只要是在犯罪现场存在的所有的物品，都应该在我们警方的勘验范围之内。那么说，这部打字机跟我们现在重要的丢失的物品那本小说有着直接关系，所以呢，这台打字机再贵重，我们也应该碰一下。别碰！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？去博物馆也随便用手摸吗？把手拿开！啊，这位是施主贾金言，这位是我们。您好，贾老师，我呀，等等，是。我哪知道什么时候找回来呀？你们出版社问警察去啊！我不比你们着急吗？你不知道这个对我多重要。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。没有，你是？不记得我了？咱们在刑警队见过，我叫廖双。哦，廖警官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庞警官呢？他呀还有别的任务，从今天起呢就由我来照顾你。照顾我？不用了吧？那可不行啊，这可是罗队亲自交代的呢。可是单论照顾的话，庞警官是男的，更合适吧？不合适吧？廖双她毕竟是个女的，您到底怎么想的？女的怎么了？女的，人家反应力、判断力比你都强，我看你还不如女的呢。啊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廖警官心思活泛，能比庞警官更细心、更周密的照顾我。你呀，能理解罗队的苦心就好。当然理解。这我有点不理解了，不就是照顾个人吗？我这反应能力也不弱呀。昨晚上事儿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啊？我是想了一宿，丁生火一直死拽着庄文杰不放，就为了一句话，专门把人从医院调过来，还唱出戏。您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挺怪的，但也不知道怪在哪儿。怪在两个人都怪。庄文杰平时那么理性，怎么昨天反应就那么大？我都在琢磨，是不是丁生火审讯的时候对他做了些什么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。哦，所以您把审讯录像要走了？罗队，您派廖双去医院是为了盯着他吧？盯着他不是为了保护他吗？我跟庄文杰说了，有什么事也别对我们隐瞒。我看这小子，我不想同样的话再找别的地儿跟他说一遍了。罗队，这里勘察的差不多了，回去我就出报告，然后咱们再做详细的案情分析。行，回头咱们再说。那你们先撤呗。行。
么了？我饿了。哦，等一会儿，一会儿饭就来了啊。不是廖姐，医院的吃的我有点吃不惯。是吗？嗯。行，那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。那就太感谢了。别跟我客气，罗队说了，让我照顾好你，首先肯定就得让你吃好呀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想吃那金宝街的老汤馄饨，特别好吃。是吗？啊。行，那我给你点一份。哎，他们家不送外卖。这样啊。行，那我就去给你跑一趟。那就辛苦了解。哎，一会儿馄饨来了，我给你端进去，你对比对比，看看医院的和那家哪个更好吃。您辛苦了。嗨，你客气。贾金岩，国内知名的情感文学作家，已婚，没孩子。她的老公叫孙同芳，在一家科技公司是部门主管。被盗的书稿就是贾金岩即将要出版发行的小说《双花之恋》。这是被盗现场的情况，保险柜里的首饰、现金分文未动，很明显，窃贼的目标就是那份书稿。根据我们现场提取到的脚印，经过比对之后，我们可以初步断定，嫌犯是一名1.78米左右的成年男性，具有相当娴熟的开锁技能。我们在小区的地下车库以及走廊的摄像头里，都拍到了嫌犯的身影。这不简单了吗？咱就按着这监控找。可问题是，现场的嫌犯，他不可能是一个人。这是贾金岩公寓的门锁，是一款进口的智能门锁。它区别于其他门锁的功能是在于，它可以实时的分发密码，也就是说密码在不停的变换。用常规的这种破解密码的方式想要进入是基本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的马科在带着我们做了现场勘查之后，做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：这个门是被远程攻击后破解的。你要是想知道所有的真相，就得替我办件事儿。但你要记住，你只有48小时。你要是听明白了，就冲我喊一句。你混蛋！
我将背负所有一切谜底和上演，那些一语不发的人依旧难逃一劫，躲藏不进秋日的窗，避不开谎言。如何玄光被折射的光，是非曲折欲盖弥彰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徘徊不见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黑白灰分不得世界，万物伴作正中间，徒留下一束束端倪，生生不息后湮灭。间的分割线，奔走于望眼欲穿的门，不告而别的人终会于重重繁星之下。光坠落停滞不前，自如篡改的汽笛钟摆低垂，指向灰暗的空间，从未怀疑世界善恶的边界。